你是否曾感觉自己的一天就是接连不断地扑灭一场又一场大火，永无休止？你是否曾意识到，你的冷静是一种脆弱的资源，一座随时可能被一个意外通知、一封语气咄咄逼人的电子邮件，或一个同事无知的意见所摧毁的沙堡？你醒来，甚至在掌控自己的思想之前，就已经被世界的需求推着走，感觉自己更像一个焦虑的乘客，而不是自己生命的主宰飞行员。这种被环境拖着走，生活在持续警觉中的感觉，不仅仅是累，这是一种奴役。你没有在控制，你只是在反应，而这种反应性是你精疲力竭和焦虑的深层根源。要知道，这种感觉是真实而普遍的。你生活在一种无形的暴政之下，反应性暴政。你内心的平静已经成为外部因素的人质，其中许多因素微不足道。你的思想本应是你的城堡，你的要塞却成了一个公共广场。任何事件、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并播下混乱。这种内在的混乱状态是你一天下来感到筋疲力尽的原因。即使你没有做任何特别困难的事情，真相是残酷的，但必须说出来。你在自己的王国里像个仆人一样生活，在自己的思想中像个流放者，但这并非你的永久状态，这只是你的起点。而今天，这一切开始改变。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手册，一种在战场上和罗马权力中心经受过考验的心智技术，旨在将这种混乱转化为秩序，你会怎么样？如果你可以安装一个新的操作系统，一个赋予你力量，不是凌驾于他人之上，而是对自己拥有绝对主权的系统，你会怎么样？今天我将交给你一张地图，用来建立你内在的帝国，不是用模糊的理论，而是用5条实用的法则，5项法令。如果付诸实施，将把权力交还到他所属的地方，交还给你。这是你从一个被动反应的公民到自我主宰的皇帝的旅程。你的任务，如果你决定接受，现在开始。如果你准备好夺回你的宝座，就点赞以壮大我们的军队，并订阅以免错过任何一场战斗。通过评论你从世界的哪个角落开始你的旅程，来宣告你对这项事业的忠诚。解决这种反应性暴政的方法，不是一种新的生产力技巧或欺骗你思想的把戏，它是一种古老的哲学，在逆境的火焰中锻造而成，名为斯多葛主义。但请忘掉一个被动的接受命运、不做斗争的老智者的形象，让我们把它重新定义为它真正的样子。斯多葛主义是皇帝心智的操作系统，它是一种心智工程，一套由将军、参议员和皇帝们开发的实用工具，用于在生活的绝对混乱中建立秩序、清晰和力量。这不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哲学，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行动和内在力量的学说。它是建立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堡垒的艺术，以至于外部事件完全失去扰乱你的力量。你所寻求的这种冷静，那种看似遥不可及的宁静，并非冷漠或缺乏情感。在这个系统中，斯多葛式的冷静实际上是战略性宁静。他是一位将军在最混乱的战斗中为做出确保胜利的决定所需要的清晰思路。他是在刺激和你的反应之间暂停时间的能力，并在那个微小的空间里选择服务于你的目标，而非你最低级冲动的行动。想象一下，不仅在重大危机中，而且在你日常的每一次互动、每一个琐碎的挑战中，都拥有这种心智的清晰度。这种战略性宁静是你最大的竞争武器，它区分了被动反应的业余者和主宰环境的专业人士。后者无论外部压力如何，都能保持内部控制。为了引导我们踏上这段旅程，我们将以体现这一理想的人物为主要导师，马可·奥勒留。他不仅是一位在象牙塔里写作的哲学家，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日子都在处理战争、瘟疫和政治背叛，而在夜晚，在他的行军帐篷里，他为自己写作，在他的日记及今天所称的沉思录中，锻造出统治唯一真正重要的帝国的原则——内在的帝国。他教导我们，没有自制力，外部权力是无用的。他证明了真正的主权不是统治世界，而是统治自己。而你今天将开始应用的正是他的法则。
你新帝国的第一条法则也许是最关键的，因为它决定了未来所有战斗的基调。清晨法令确立了一条不可协商的原则：一天的最初几个小时属于你，且只属于你。在世界能够强加其议程之前，在通知能够左右你的情绪之前，你必须夺回这片神圣的领土。你如何开始新的一天不仅仅是一个习惯，它是一种主权的宣告。这是你的第一个治理行为，你在这里决定这一天是由你的意图主导，还是由外部混乱的随机性主导。正是在这一刻，你作为皇帝坐上你的宝座，在打开城堡大门之前规划战略。遵守这条规则极其困难，因为我们整个文化和技术都在与之作对。第一个诱惑几乎是一种条件反射，就是拿起手机。这个看似无害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放弃权力的行为。你正在将你帝国的钥匙交给算法、他人的紧急邮件、世界的意见和危机。你的默认程序是反应，而这个设备是通往反应性的大门。心智渴望刺激，而数字世界提供了无限的剂量。抵抗这一点就是与你自己的生物学和旨在捕获你注意力的系统做斗争。这是一场在你卧室的寂静中进行的战斗，也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场。想象一位明智的皇帝，他醒来不是跑去王座室听将军们的叫喊和臣民的抱怨，而是退回到他的私人寝宫。他冥想，咨询他最信任的顾问，理性、冷静、美德，并为这一天设定主要方针。一醒来就拿起手机，相当于在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让一群惊慌失措的农民冲进你的寝宫。每个人都为自己那点小火大喊大叫。一个真正的领导者在面对外部混乱之前，会先在内部建立秩序。他的第一次会议总是与自己进行，以加强他的精神和思想。这项法令的实际应用不是关于遵循某种时髦的生产力日常，而是关于一种主权行为。从5分钟的绝对安静开始，没有屏幕，只有你和你的呼吸。然后拿一本 U 日记写下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这个简单的行为将你的全部军队、你的注意力集中在最重要的目标上。你正在颁布你的优先事项，为你即将开始的一天定义胜利的含义。这不是计划，这是命令，这是你以皇帝的身份告知你的帝国行军的方向，确保你的部队不会分散在琐碎的小冲突中。这个早晨的仪式具有深远的神经学影响，你实际上是在训练你的大脑从反应模式切换到主动模式。这就像在离港前校准你船上的罗盘，如果你没有明确的方向就起航，你将整天被他人的优先事项、请求和问题的波浪来回抛掷。你将在黄昏时分到达，筋疲力尽、沮丧，并且远离你预期的目的地。通过掌控早晨，你不是在控制海洋，而是在确保你的舵是稳固的，指向你自己的真北。无论你可能遇到的风暴有多么猛烈，内在抵抗的声音，你帝国城墙内的叛徒会低声说出方便的借口：我没时间做这个，或只是在社交媒体上花5分钟，没坏处。要认清这个声音的本质，它是奴役的声音，它是你身上已经习惯了锁链、害怕自由责任的那部分。他撒谎说，外面在别人的世界里的小火比你自己内在王国的秩序和结构更紧急。这是让你在自己的生活中继续当仆人的根本谎言。它延续了反应而非深思熟虑的行动的循环，把你的思想想象成黎明时分一个宁静的花园。如果你做的第一件事是打开大门，让社交媒体的杂草、紧急邮件的害虫和新闻的无休止噪音进入，你将花费一天余下的时间在一场累人的战斗中清理混乱。清晨法令是首先照料你的花园的神圣行为，它是浇灌你的意图，拔掉在夜间萌生的怀疑的小杂草，并确保你思想的土壤在外部混乱的种子甚至能够着陆之前是肥沃的，适合生长和清晰的。行动可以更简单，从1分钟开始，60秒的寂静，坐在床边，在做任何其他事情之前，观察拿起手机的欲望，然后就是不去做，感受那股冲动，然后拒绝它。这是你的第一个自制行为。然后大声或对自己宣告：
今天我将以目的而非冲动行事。这个反抗你反应性编程的小小叛逆行为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倒下时将带动所有其他骨牌朝着你一天中冷静和控制的方向倒下。对比每个黎明时分开启的2条道路，反应性公民拿起手机，他的心率立即因一封邮件而加快，他的情绪被一个新闻标题所劫持，他的日程在喝咖啡之前就由他人的需求决定了。自我主宰的皇帝则坐在寂静中，他观察自己的思想，他设定他的目的，然后只有在那时，从一个不可动摇的力量和清晰的位置，他才与世界接触。他不是一天的受害者，他按照自己的条件迎接这一天，他征服它。因此第一条法则不仅仅是关于早起或拥有一个早晨例行公事，它是关于占有黎明。这是你每日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智力行为。通过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颁布冷静、寂静和意图，你不仅在计划你的一天，你在宣告你独立于世界反应性的暴政，你在提醒自己，在任何其他人有机会告诉你相反的情况之前，谁才是这个帝国的掌权者。这是你的基础，要坚实地建造它。现在你已经征服了黎明，是时候加固你的边界了。第2条法则直接来自伟大的斯多葛派大师艾比克泰德，他曾是一名奴隶，后来成为罗马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核心教诲是你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武器，有些是在我们控制之内，有些则不然。你的领土，你的帝国，只包含你的思想、你的判断和你的行动，其他一切，他人的意见、经济、天气、健康、生育，都是外国领土。理解并监管这条边界是拥有不可动摇心智的秘诀。应用这条法则的困难在于我们对外国领土投入了深厚的情感。我们被教导将我们的幸福与和平建立在那些根本不受我们控制的事物之上。我们痴迷于别人如何看待我们，为我们无法影响的世界事件而绝望，并允许他人的情绪决定我们的情绪。我们浪费了我们最宝贵的军队，我们的注意力在那些我们无法统治的土地上打着不可能赢的战斗。这种徒劳的试图控制不可控制物的尝试，是你所有焦虑、惧和痛苦的源头。把你的思想想象成你帝国的首都，你的罗马。作为皇帝，你的首要职责不是征服整个世界，而是确保首都坚不可摧、井然有序、繁荣昌盛。股市的波动，同事的恶意评论，拥堵的交通，所有这些都是在遥远省份游荡的野蛮部落。你必须意识到他们，甚至可以有应对他们的策略，但你绝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允许他们在你的首都城墙内制定法律。你的心境安宁是内部产生的，它是你良好治理的产物，而不是从不稳定、异国他乡进口的东西。这条法则的应用是一种持续的、分类的心智练习，一项哨兵的工作。每当你感到不安、焦虑或愤怒时，停下来，问自己那个定义边界的问题：引起我这种不安的因素是在我的控制之内还是之外？如果答案是之外，你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外国事件，并拒绝它进入你的思想。如果答案是之内，你的反应、你的判断，那么你作为统治者的职责就很明确：行动。这个简单的问题是你城堡的大门，它是决定什么被允许影响你，什么被留在外面的守卫。这不是邀请你变得冷漠或无动于衷，相反，这是最高形式的战略效率。这是关于资源的明智分配。你花费在担心无法改变的事情上的每一刻精神和情感能量，都是从你可以改变的事情上偷走的一刻能量。这是一种背叛自己的行为，你实际上是在通过资助外国土地上的叛乱和混乱来削弱自己的帝国。真正的力量和真正的效率来自于将100%的力量集中在你自己的领土上，在那里你的影响力是绝对的。人类的自我强烈抵制这种纪律，自我想要控制一切，它在一种错觉下运作，即担心一个结果是控制它的一种方式。对未来的焦虑可以以某种方式阻止它发生，这是一种危险的错觉。你的焦虑不是一个盾牌，它是一种毒药，
腐蚀了你在正需要你指挥的领域清晰和有目的的行动的能力。自我就像你议会中一个无能而吵闹的顾问，坚持要把你最精锐的军团派往遥远土地执行自杀式任务，却让首都无人防守。想象你的注意力是你精锐的禁卫军，你最忠诚、最有效的士兵，你把他们部署在哪里？你把他们派往帝国最遥远、最混乱的边疆，在那里他们会被压垮、筋疲力尽，并最终变得无用吗？还是你让他们靠近，保护权力的中心，代表你理性选择能力和意志的皇帝？一个明智的统治者知道他的资源是有限的，他将他的精锐卫队部署在可以确保王位安全的地方，而不是在国外进行徒劳无益、消耗巨大的战役。你的注意力应该保护你的和平，而不是巡逻他人的忧虑。在日常的小事中练习这种区分，因为他们是你的训练场。有人在交通中粗暴地插你的队，你无法控制另一位司机外国领土，但你完全可以控制你的反应，你的帝国。工作中的一个项目因为另一个团队的决定而被推迟，你无法控制他们的决定，但你可以控制你将如何利用这段新获得的自由时间。每一个小小的烦恼，每一次挫折都不是麻烦，它是宇宙提供给你的训练练习，让你能够练习统治自己的领土和加固你城堡的城墙。观察两种生活方式之间鲜明的对比。反应性公民将他的幸福与不可控的事物融为一体。如果他的老板心情不好，他的一天就毁了；如果他的足球队输了，他的一周就糟透了。他的身份和他的和平都是环境的人质。自我主宰的皇帝则建立了一道清晰而明确的墙，他可能更喜欢一个结果而不是另一个，但他的内心宁静是不可协商的，也不依赖于那个结果。他的和平是内部制造的产物，在他心智的城堡内锻造而成，因此免疫于从外国土地进口的危机。掌握这第二条法则是通往真正心理上无敌的道路。因为正如艾比克泰德提醒我们的，如果你只局限于统治那些本就属于你的东西，你的思想和行动，谁能阻止你呢？谁能强迫你感受你没有选择去感受的东西？你变得坚不可摧。加强心智的城堡并不意味着与世界隔绝，它意味着从一个充满力量、稳定和不可动摇的位置与世界接触。这是你所有内在帝国将建立其上的钢铁基础。你的边界已经安全，现在我们来处理内部秩序。第三条法则是斯多葛力量的基石，一个如此深刻的真理，以至于它本身就能彻底改变你的存在。不是事件扰乱我们，而是我们对事件的判断。外部事件就其本质而言是中性的，它们是原始数据，没有固有的意义，是我们的内部法庭，我们的感知系统给它们贴上好或坏、可怕或美妙、不公或羞辱的标签。力量不在于控制世界，而在于控制我们赋予它的意义。这一点极其难以做到，因为我们一生都被条件化去做恰恰相反的事情，将事件与我们对其的反应融为一体。一次解雇是一场灾难，一句批评是一次人身攻击，一扇关闭的门是世界末日。我们未经训练的自动反应是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感觉宇宙在与我们作对，我们表现的好像情感的毒药就包含在事件本身之中，而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制造、装瓶并自愿饮下它。在我们拒绝质疑我们第一印象的每一刻，想象一下，你生活中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一个被带到你心智最高法庭的被告，你且只有你是法官。事件本身，原始事实只是呈现出来，中立而沉默，但立刻，两个声音开始大声争夺你的注意。受害者的声音，哭泣和绝望，这太可怕了，我们完蛋了，这是末日。以及斯多葛法官冷静而坚定的声音，他敲下法锤并宣布安静，让我们检查证据。这个事件真正意味着什么？这里的真相是什么？反应性就是让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占据法庭，成为皇帝就是承担你在法官席位上的合法位置。这条法则的应用是斯多葛式停顿的实践。在外部刺激发生的瞬间，一个坏消息、
一句严厉的话，一个出错的计划。你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空间，一次深呼吸，在刺激和你程序化的反应之间的短暂间隔中，你召集法庭。你拒绝接受第一情感印象为真理，你把它当作一项需要调查的指控。你用严谨的问题审问你的感知，这种解释是增强我还是削弱我？它是基于事实还是恐惧？有没有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你是你内在现实的立法者。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不断提醒自己，记住，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回到自己内心。这种退回不是物理上逃离世界，它是心智上退回到你内部法庭的寂静房间的行为。在那里，在你的思想内部，你对外部世界的混乱拥有外交豁免权，他人的意见对你没有管辖权，命运的转折无法起诉你。在这个神圣的空间内，你是最高权威。你的力量在于你以一种使你与美德、和平和目标保持一致的方式来解释事件的能力。然而，懒惰的心智讨厌这项工作。扮演受害者的角色要容易得多，而且在一种扭曲的满足感中更有回报。受害者赢得同情，受害者不必承担责任，受害者可以责怪世界、命运、他人，而做法官则需要经历责任和巨大的勇气。他要求你对你的情感体验承担完全且不可转让的所有权，这无疑是存在的最困难的工作。它也是唯一能真正解放你的工作。懒惰是那个怂恿你放弃王位、加入哭泣人群的顾问，把你的感知想象成你观察整个现实的唯一镜头。反应性公民生来就带着一个肮脏、划伤和扭曲的镜头。他从未想过他可以清洁它、修复它，甚至更换它。他一生都相信世界本身就是肮脏、划伤和扭曲的。自我主宰的皇帝明白镜头是一个由他指挥的工具。他每天早上用冥想来清洁它，他学习用提问来调整焦点。他知道他无法改变眼前的景象，但他对观察他的镜头的清晰度和颜色拥有绝对的权利。司机克劳迪奥的故事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克劳迪奥被困在一场可怕的交通堵塞中，中性事件。他内心的受害者立刻开始尖叫：我的一天毁了，我要迟到开会了，这真是个彻底的灾难。但接着他练习了斯多葛式停顿，他内心的法官接管了控制并裁定，交通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抱怨不会让车移动。这段意外的时间是一个机会，我可以听那个教育性播客，或者只是练习耐心。外部事件完全相同，然而内部体验却从地狱转变为训练场。观察这根本的区别，受害者将世界感知为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威胁、烦恼和人身攻击。他的情感生活是一个混乱的战场，他总是在输，总处于劣势，总在受苦。相反，法官将世界看作是中性的原材料，每一个事件，无论是看似好还是坏，都只是需要处理的信息，一个实践美德、增长智慧和加强品格的机会。他的情感生活不是战场，而是一个有序的法庭，在这里，理性、冷静和正义占上风。因此，第3条法则是召唤你拿起那把一直属于你的法官之锤，停止在你自己的审判中扮演歇斯底里的检察官或哭泣的受害者，坐上你崇高的席位。记住那最解放的真理：没有你的允许，任何东西都无法伤害你，而这种允许在每一刻都在你感知的寂静法庭中被授予或拒绝。以智慧和坚定来统治这个法庭，你将对外部世界的混乱和噪音免疫，你将建立一种任何人都无法从你这里夺走的和平。既然你已在法庭上建立了秩序，你就准备好了迎接最高级的斯多葛艺术——灵魂的炼金术。第4条法则被封装在马可·奥勒留的名言中：行动的障碍推动行动，挡路的东西变成了路。这不仅仅是一句积极的口号，这是一个实现无敌的战略公式。你所恐惧的障碍困扰你的问题，阻碍你的困难，它并没有妨碍你的道路，它就是你的道路。你面临的挑战不是来阻止你，它是来锻造你。我们的自然和本能倾向是诅咒障碍，怨恨它，
把它看作是对我们精心策划的计划的不公正和恼人的打断。我们渴望轻松的生活，一条平坦无实的道路，一片平静的大海。然而，这种对无摩擦生活的渴望是我们最大的弱点，它使我们变得脆弱，娇生惯养，无法成长。我们将障碍视为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敌人，而不是认识到它的真正面目。一个神圣的训练伙伴，完美的设计来让我们变得更强壮、更明智、更有韧性。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大师级的铁匠，负责锻造你自己灵魂之剑。障碍同时是熔炉的火焰和沉重的铁锤。你可以一声诅咒火焰难以忍受的热量和铁锤猛烈的敲击，或者你可以理解一个根本的真理，正是这些压力和冲击的力量，将一块粗糙、脆弱、无形的金属转变为一把坚固、锋利、牢不可破的淬火钢刃。反应性公民逃离火焰和铁针的噪音，自我主宰的皇帝则在火星中建造他的锻炉。他知道那可能融化它的热量，也正是可以塑造它成为最佳版本的热量。这条法则的应用是一种刻意的心智重构行为。面对任何挑战，无论大小，你的心口头禅，你的心默认反应应该是：这是原材料。工作中的一个项目失败了，这是学习韧性和谦逊的原材料。你需要与某人进行一次艰难的对话，这是练习勇气和诚实的原材料。你被背叛或不公正对待了，这是练习宽恕和自给自足的原材料。你不能选择生活给你带来的障碍，但你拥有绝对的力量选择它们将成为什么：一个阻止你的无法逾越的墙，还是一个将你提升到新高度的桥梁。这就是灵魂真正的炼金术，一种神秘的能力，能将逆境的铅、痛苦、挫折、恐惧、失败转化为美德、智慧和内在力量的黄金。在这条新法则下，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或永久负面的，因为一切都可以用作你成长的燃料。这种心态消除了不幸的毒药，世界意图给你带来的坏事，你作为自己心智的主权炼金术士，将其转化为你最大的好处，你最大的财富。痛苦成为你的老师，失败成为你的向导。绝望的声音，你帝国里的间谍会低声说：有些障碍实在太大了，这不可能，我应付不了这个。这次不一样，要认清这个声音，把它看作是一个忘记了谁在掌权的叛逆省份。障碍的客观大小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你的新课程，你的新任务，宇宙指派给你的任务，以便你能毕业到下一个力量和智慧的层次。更大的障碍不是惩罚，它们是晋升，是你准备好迎接更大挑战的标志。把每一个障碍想象成一支阻挡你道路的野蛮军队。反应性公民看到军队的规模，感到绝望并逃跑，放弃了他的岗位和任务。而皇帝则看到同样的军队，并理解一个深刻的战略原则：每击败一个敌兵，他就可以为自己拿走武器、盔甲和战斗经验。他不仅在战斗中幸存下来，他从中变得更强壮，装备更精良，资源更丰富。敌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力量的最大供应者，对立变成了他的机遇。现在就把它付诸实践。拿一个真实的问题，一个你此刻生活中正面临的困难，把它写在一张纸上。现在在它下面强迫自己回答这些问题。这个问题邀请我练习哪种美德？耐心、勇气、创造力、谦逊。我能从这种情况中学到什么，使我在未来变得更好？我如何利用这个困难来服务于一个更大的目标？这个简单的练习将问题从一个需要恐惧的可怕怪物转变为一个需要尊敬的倾听的严厉导师。看看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反应性的人的生活是由他避免的事情所定义的，他的历史是他未能攀登的墙壁的集合，是他因害怕挑战而错失的机会。皇帝的生活则是由他克服的事情所定义的，他的历史是每一堵墙如何变成梯子，每一场风暴如何成为能量来源的见证。他不祈求更轻的负担，而是祈求更强的肩膀。他从骨子里知道，他生活的质量不是由问题的缺失决定的，而是由他将问题转化为胜利的能力决定的。因此，第4条法则最终是对你内在伟大的呼唤。
这是刻意拒绝被生活或他人扔向你道路的任何事物所削弱，这是有意识的决定将一切，绝对的一切，都视为表达你最佳版本的机会。通过采纳这种心态，你在功能上变得不可阻挡，因为如果挡路的东西变成了路，那么路上有什么就无关紧要了。任何道路，无论多么艰难，都将带你向前向上，障碍就是道路。我们来到了最后一条法则，这个实践关闭了循环，并确保了你帝国的持续进步。受到每晚都实践它的大斯多葛派塞涅卡的启发，这就是夜晚参议院的法则。一个皇帝的一天并不会在他躺下睡觉时结束，他只在他对自己的治理进行了一次诚实而深思熟虑的回顾后才结束。在将意识交给睡眠之前，你必须在你的思想中召集一个参议院来评估当天的行动。塞涅卡会问自己，今天你压制了哪个坏习惯，你抵制了哪个缺点，你在哪方面变得更好了。我们抵制这种做法，因为它可能非常不舒服。在漫长而疲惫的一天之后，我们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坐下来面对我们自己的失败和错误。逃避到分心的事情中要容易得多。连续剧、新闻推送，任何能麻痹我们、阻止我们与自己进行诚实对话的东西。我们害怕自我评判，害怕面对那些我们没有成为最佳版本的时刻。然而，这种逃避保证了我们明天以及后天都会重复同样的错误。避免回顾就像一个拒绝看地图的船长，沉船只是时间问题。在每一天结束时，皇帝不只是退回到他的寝宫，然后因疲惫而昏倒。他与他最亲密的顾问，他意识的参议院会面，他不是在那里自我鞭笞或用残酷的批评来惩罚自己。他作为一个战略领导者，在那里冷静而客观地回顾当天的战斗和决定。军团在哪里以美德前进？他的善行，防线在哪里出现了缺口？他的冲动反应，总体战略在哪里失败了？他的错误判断，目标不是内疚，而是持续改进。这是为了第二天能更明智地治理帝国而进行的绩效分析。这里的行动形式简单，但其影响深远。在睡觉前，在一个安静的时刻，问自己3个基本问题。第一，我今天做错了什么？意思是，我在哪里表现出反应性违背了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成为我渴望成为的那个皇帝。第二，我做对了什么？也就是我在哪里以美德、勇气和智慧行事了。第三，我本可以怎样做的不同？这转化为我能从今天的行动中吸取什么教训，以在明天改进我的治理。这是你的每日总结，你灵魂的会计结算。这种做法如果持续进行，会从根本上改变你与自己的关系。你不再是你自己习惯的被动乘客，而成为你品格的积极而深思熟虑的建筑师。它在你的个人发展中引入了一个强大的反馈和迭代循环。没有这个夜晚的回顾，你基本上是在偶然的尝试改进，希望偶然发现智慧。有了这个回顾，你是在有设计的、系统的改进。每一天都变成一堂课，而睡眠则成为学完当天课程的奖励。小心内在的暴君，严厉自我评判的声音可能会试图劫持这种做法，并将其变成一场自我鞭笞的会议。你又失败了，你是个没用的人，你永远学不会。这不是皇帝在说话，这是一个篡位者。塞涅卡告诫我们要对自己做一个温和但公正的法官。目标不是完美，而是进步。目标不是内疚，而是清晰。把过去的你，几小时前犯错的那个你，当做一个你正在训练的有价值的下属，而不是一个你需要摧毁的敌人。想象一下，你统治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伟大日记中的新一页。夜晚的参议院是有意识地书写这一页的行为。反应性公民要么让他的页面空白，过着被遗忘和无意识的日子，要么用抱怨和责备的涂鸦填满它们。他走到生命的尽头，手里拿着一本空白或污迹斑斑的书，不理解自己统治的历史。皇帝则有意图地书写每一页，他记录胜利，分析失败，并为第二天勾画战略。他的书成为一本智慧手册，一个刻意生活的见证。不要把过程搞得太复杂，他不必是在平面日记里写一篇长篇大论。
它可以是在床上2分钟的心灵对话，把头放在枕头上，闭上眼睛，简单的回顾一天的事件，就像在看一部短片，用公正的好奇心观察你的行动，找出一个让你为自己行为感到骄傲的时刻和一个作为教训的时刻。就这些，这个小行为的每日坚持具有巨大的累积力量，就像水滴，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雕刻最坚硬的岩石，最后的对比是鲜明的。反应性的人在晚上崩溃在床上，感觉自己是当天事件的受害者，他的思绪继续被对未来的焦虑和对过去的悔恨所困扰，导致睡眠质量差和又一个反应性的早晨。他被困在疲惫和混乱的恶性循环中，而皇帝则以一次深思熟虑的结束来结束他的一天。他学习、吸收教训并释放过去，他带着一个做了自己最好并且确切知道明天如何做得更好的领导者的宁静入睡。他在一个成长的良性循环中运作，因此第5条也是最后一条法则，为自我治理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一天以清晨法令开始，确立意图，以夜晚的参议院结束，确保学习。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确保你的帝国不仅能在日常挑战中幸存下来，而且在智慧、力量和宁静方面与日俱增。这不是一种自我批评的行为，而是一天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治理行为。这是你对自己做出的庄严承诺，即明天你内在的皇帝会更明智一点，更强大一点，最重要的是更掌控一点。你已经到了这条法令的结尾，但你作为主权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今天你收到了将你思想的混乱省份转变为一个有序而不可动摇的帝国的5条基本法则。从占有黎明到夜晚回顾，你现在拥有的工具不是为了控制世界，而是为了统治自己，这才是唯一真正的权力形式。这不是一个快速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生的工作，这是在日常存在的火焰中锻造钢铁品格的伟大工程。你的任务从这一刻起是将这些法则不是作为理论，而是作为日常实践来应用。现在是你作为主权者的第一个行动时刻。到评论区写下你的独立宣言，我的帝国，我的规则。这不仅仅是一条评论，这是你的誓言，是你对自己承诺的印记。如果你看到了这里，你就不是一个随意的观众，你是少数真正致力于纪律和自治的人之一。你展示了大多数人已经失去的坚韧和专注，让你的存在被知晓。留下第2条评论，简单的说，我看到了最后。这不是为了我，这是为了你和那些在这同一旅程中的其他人。这是向我们的社区发出的一个信号。这里聚集着那些认真追求内在力量的人。这创造了一个精英圈子，一个通过承诺相互识别的皇帝军团。你现在是更大事物的一部分了，展现你的力量。最后，一个真正的皇帝不仅为自己统治，他以身作则，并加强他周围的人。你认识某个生活在反应性暴政下的人，某个需要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一次点击，这是一种领导行为，这是伸出援手帮助另一个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内在帝国。如果这个信息与你产生共鸣，通过点赞来加强你的承诺，以壮大我们的事业，并订阅频道，以确保你永远不会错过任何一条法令。旅程是漫长的，这里是你的总部，欢迎来到你的统治。